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补肾的方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随时随地操作。我们知道肾是我们先天的元气所在，如果一个人的元气充足，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很健康，然后抵抗力、免疫力都会很强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这个方法的操作。我们以右手为例，首先找到这个位置，在我们的小拇指，然后1、2、3，就是最顶端这个关节，看到吗？然后下面就是第一个横指纹，然后下面这个点就是在第2节。好，我们进行点按。有些人里面会有结节，用手轻轻的刮，会有响声。好，点按。我们做可以随时随地，然后进行操作。做完左边换右边，每边点按个49下。我们可以多做，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如果你肾气特别差的，坚持点按一段时间，看看有没有改善。方法是特别简单，但是需要我们坚持，它的效果才能会越来越好。好，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耳鸣的方法。很多人有了耳鸣，我们要先去检查，看是不是有中耳炎。如果有中耳炎，我们就要进行消炎，然后这样好的才会快。如果没有排除中耳炎以外，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就是进行按摩，然后进行调理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这个方法的操作。首先我们找到我们要按摩的位置，把嘴张开，靠着我们耳朵这个就是脸颊与脸这个界限，这个凹陷这个位置。好，从上往下，也就这有3个穴位，我们进行按摩。我们只按摩就按摩这个区域，就用我们的手指轻轻的点按揉，看到吗？点揉，一直揉下来。好，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，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，就是张开嘴靠近这个凹陷处，然后两边可以同时一起操作。一般点按个2分钟左右。好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耳朵整个轻捏一遍，看到吗？整个捏一捏，整个捏一捏。好，这我们都可以同时操作。这对我们的耳鸣有很好的改善和调理作用，尤其是一些人耳鸣的找不到原因，然后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如果这个方法还不好，那建议大家去看好的中医，然后把这个问题调理好，因为它确实影响我们的健康。好，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调理鼻炎的方法。现在到了秋季，很多人的鼻炎开始犯病率慢慢增加。我们鼻炎一定要防止我们受凉，然后不要吃冷饮以及吹空调。现在到秋季少吹空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操作方法。首先我们用我们的手的食指在我们的鼻翼，从我们的眼睛上面的这开始两侧往下进行按摩，就是说从鼻翼开始往下按摩。闭上眼。好，一般按了9遍以后，我们有些人的鼻子就开始通了，然后再点按一下迎香穴，鼻子这两侧这个窝点按一下这个区域，点按个30秒左右。好，我们做完这个可能只是让我们更舒服一些，但是我们要想解决鼻炎的问题，还是一个综合的过程。首先我们要每天要坚持给我们揉腹，揉腹的我已经讲过了，大家想详细的看可以去找前面揉腹的视频。每天要坚持揉腹，一定要坚持，然
然后再做一做这个。另外，如果鼻炎特别严重的人，建议大家去找很好的中医去进行调理，从根本上内在调好，然后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。好，爱健康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跪膝法，就是说我们没事了可以把膝盖跪在我们的床上，让我们的血液往膝盖上引导，防止我们的膝盖疼痛以及膝盖怕冷，然后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好，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这个方法，就是说大家可以找一个床，但是我们开始做要求要软一点，然后把膝盖并拢，就跪在这里就可以。我们可以跪在这里玩手机，然后看书，然后都行。每次做个15分钟以上，目的就是把我们的血液往膝盖上引，气血引到膝盖上以后，可以对我们膝盖进行一个滋养，同时我们膝盖痛啊，然后怕冷都有很好的改善。我们慢慢的随着跪的时间增加，后期还可以跪着走路，就是往前走，然后可以往后。大家可以试试，这个对于保养我们的膝盖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，谢谢。爱健康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点按太溪穴。一提到太溪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它可以补肾，也就是说我们太溪穴进行点按可以对我们全身进行滋养，确实是补肾的一个重要的穴位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。我们首先找到太溪穴的位置，我都说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区域，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去取穴或者扎针灸，你要做一个区域，相对来效果会更好。在我们的内侧踝往后一点凹陷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与这个后面这个跟腱这个筋，然后它两个中间这凹陷的靠手点的。好，我们进行点按。有的人肾气非常不足的人，这个地方都没有肌肉，就是完全塌陷的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，然后进行点按。如果肾气足了，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么塌陷，点按太溪穴。好，另外一个脚也是一样，可以找到位置，然后两个手可以一起点按，坐在这里点按个5分钟以上，5分钟为一个单位，因为我们点按需要刺激到它，效果才会更好。好，大家可以每天睡觉之前对于太溪穴进行点按，然后让我们的肾功能更加强大，元气更加充足，从而身体越来越好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、私信以及评论，谢谢。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就是揉地筋。地筋是我们肝经的一个筋，然后有些人的脾气暴躁，然后脾气特别不好，肝脏不好的人，这个筋就会非常的硬，然后在外面绷得紧紧的。然后有些人身体特别差，然后特别虚，然后蔫蔫的这种人，然后他的筋是找不到的，就是凹陷在里面，然后找不到了。好，我们没事可以给我们的地筋进行轻轻的按摩，然后进行保养，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好，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地筋，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大拇指给它扳起来，然后这个筋就出来了，看到吗？这是绷紧的，这就 OK。有些人即使扳起来，这个地方也没有筋。然后正常的人，有些人脾气大，他就一直在这绷着，不用扳就能看得到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扳出来。好，进行给它按摩，开始从这往上推，轻轻的，不要用太大力，轻轻的推。这个筋有些人非常痛的推的时候，我能摸到里面是硌手的，然后轻轻往上推。好，一天推个21遍就可以了。
我们第一天推完，以前教我的客户，他们推完以后说第二天老师这个脚筋疼，筋疼的话，就是说证明你把它动了以后，它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反应。我们可以休息，也可以继续推。一般第二天还会有点疼，第三天、第四天这个疼就慢慢就好了。好，做完右脚，我们可以换左脚，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个大拇指搬起来，把它筋出来，然后给它进行推。如果有些人没有的话，我们这样推是推不到的，就在用手给它用力，看到吗？用力给它点按，用手往里用力点按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筋给它点按拨起来。随着你做的次数增加，然后你没有的，慢慢的就能拨，这个筋慢慢就会鼓起来，然后就变正常。然后绷紧的人，我们进行推完以后，它慢慢就变柔软，因为你的身体它还会越来越进行改变，变好。大家没事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地筋进行搓一搓，对我们的肝脏都有很好的调理。好，爱健康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点按涌泉区域。涌泉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补肾的，当然它还可以调理我们的低血压、神经性偏头痛以及心慌。大家没事可以进行点按我们的涌泉，对我们的全身进行一个刺激和调养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。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涌泉穴的区域，它就在我们的脚底，然后靠着前脚掌，这个大拇指和这两个人字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凹陷人字形，然后这个凹陷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涌泉的区域。我教你们按这个方法去找穴找位置，你们就找的比较快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一个人字形凹陷 OK， 我们就在人的底下点着。好，点上以后这个区域我们进行看到吗？按揉，按揉，做多少下？做100下，就是我们一次做个100下，做一次就可以在睡觉之前做，做完以后睡觉，对我们睡觉老爱做梦的人啊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养。也就是说我们头上有些问题，可以在脚上进行调理。好，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，以及你想要什么样的调理方法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谢谢。